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离婚4年，赵丽颖再次放大招，用行动给冯绍峰上了一课。结婚证换离婚证整4年了是吧？赵丽颖刚甩出纪梵希全球代言人身份卡，7月15日官网认证那种。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循环播放新广告，冯绍峰那边狗子拍到玩手小网红的偷拍图，这对比惨烈的台媒都写颖宝杀疯了。你们记不记得4年前民政局门口闪光灯亮的跟手术灯似的？当初知否剧组喜糖还没发完呢，他俩先给媒体发离婚通稿了。农村姑娘和上海阔少的故事我见多了，但把自己活成资本家的农村姑娘，你们见过几个？有黑粉扒着她中专学历说是，现在人家穿着高定礼服在巴黎时装周喝咖啡。当年嘲讽赵丽颖土气的时尚博主集体装死，粉丝在官宣微博底下玩梗感谢冯叔放过姐姐。知否制片人3年前跟我喝酒时漏过话，明兰那角色差点被投资方塞的人顶掉，小赵是自己扛着大刀杀进试镜室的，而某位世家公子呢，去年播的《山河月明铺》的亲妈都不认识，收视率0.2%，刷新省级卫视年度垫底纪录。观众吐槽冯绍峰的朱棣像逛窑子的微服暴发户，他团队现在接戏标准已经降到网大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看看赵姐今年行程表，1月第20条票房破24亿，3月凭听障母亲角色横扫电影奖，6月纽约客用整版称她东方戏剧女王。我邮箱里还躺着酱园弄威尼斯电影节入围通知，有剧组场务跟我爆料，说冯绍峰探班赵丽颖新戏被拦在片场外2小时，最后还是助理拿了盒饭出来打发人。那些吹捧豪门婚姻的营销号现在改口独立女性大女主了。赵丽颖在风吹半夏片场改剧本改到凌晨3点的时候，她前夫在夜店被拍到和网红玩头子，网友截了对比图发话题励志，结语废物前夫阅读量破3亿。我托人查过商业价值榜单，赵丽颖个人带动力指数是冯绍峰的17.8倍。纪梵希官宣当天股票涨了4%，品牌总监亲口跟我说，赵穿过的款4小时售罄。反观冯绍峰，去年某轻奢腕表到期不续约，今年2月被拍到戴假表参加活动，时尚圈现在管他叫过季单品回收站。别说我毒舌，现场记者亲眼看见他经纪人求着品牌借衣服。有化妆师在八卦群爆料，说赵丽颖现在拍广告要求必须清场。当年在横城跑龙套被副导演骂哭的小姑娘，现在是摄制组举着反光板追着喊赵老师看这里。某台记者跟我吐槽，拍冯绍峰特写的用柔光镜遮眼袋。最讽刺的是商业活动动线，上周国贸商城纪梵希旗舰店开业，赵丽颖在顶层剪彩，冯绍峰在3楼咖啡厅被偶遇，粉丝拍到保安围着他问先生需要帮助吗？微博话题阶层互换实录已经爆了。我翻出4年前婚礼照片，赵丽颖敬酒服袖口还沾着知否片场的泥点子，现在人家带200多万的珠宝拍 Vogue 封面，婚戒早送拍卖行当慈善拍品了。后台收到过剧组选角导演的私信，说85花集体焦虑赵丽颖资源垄断，某阳性女星推掉2个月通告突击练台词，结果赵丽颖转头接了部农村现实题材电影，用她跟场记说的话，角色有泥腥味才够劲。网传冯绍峰家里安排相亲金融圈千金，结果被拍到在酒吧搂着整容脸网红。评论区热评第1，冯叔选妃标准从倪妮滑坡到凤姐。
我托人查了冯氏企业财报，他家去年净利润跌了38%，所以别再吹什么豪门贵公子了。现在沪圈真豪门办酒席都请赵丽颖做主桌，当年嫌赵丽颖不会说英语的知否书粉，现在油管搬运她全英采访点击量破100万，有留学生给我发机场照，赵丽颖过海关走外交礼遇通道，而冯绍峰上月回国被海关开箱查了半小时。北京大萨密和上海小开到底谁赢了？看迪士尼今年花千骨周边销量是兰陵王的20倍。赵丽颖在无限超越班当评委的视频，被中戏拿来当教科书及表演案例。冯绍峰在北电讲座被学生问如何看待演技固化，现场照片里他耳根通红的能滴血。最绝的是 CP 粉考古发现，赵丽颖离婚后注册了9个新公司，冯绍峰工作室注销了3个。网友做的资产对比图在豆瓣转发破万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求婚时送的那栋佘山别墅？物业说赵丽颖助理去年就挂牌出售了，买家正是冯家对头企业的少东家。这条八卦在沪上商圈转成年度笑话。人物周刊去年专访标题够狠，赵丽颖的狠劲都在纪梵希口红的金属管里。现在知道为什么高奢都抢着签她了吧？有品牌公关在酒局吐真言，冯的团队还在谈打包价，赵的团队直接带着收视率报表来谈分成。建议冯绍峰看看前期新广告，红色眼线液画出的那道上挑弧线，比离婚协议上的签名锋利多了。2. 优酷播出，赵丽颖、冯绍峰、朱一龙主演古装剧《宅斗天花板》。过日子就像熬粥，急不得的慢慢熬，才能出味儿。豆瓣8.0分的《知否》硬是绿肥红瘦，把这句老话熬成了78集的古代家庭生存指南。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，从盛府不受宠的庶女，一路逆袭成侯府主母，没靠超能力，全凭脑子和韧性。那些藏在茶盏里的算计，袖崩上的隐忍，比任何爽剧都更让人上头。毕竟现实里的成长，从来都不是一路开挂。故事的开端，盛府的花园里飘着栀子花的香，也藏着看不见的刀光剑影。小明兰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裙，蹲在角落里给祖母剥橘子，手指被橘子汁折得发红。嫡母王氏正坐在正厅发脾气，摔碎的茶盏碎片溅到门口。林琴霜那个小贱人，又在老爷面前说我坏话。双引号，宠妾林琴霜则在自己院里让丫鬟给明兰送点心，笑得像朵白莲花。六姑娘快尝尝，这是老爷特意让人买的。明兰接过点心，甜甜的豆沙馅在嘴里却发苦。她知道这府里的糖都裹着玻璃渣。明兰的第一次职场危机来得比梅雨季节还早。她生母为小娘难产去世，死前抓着她的手说：“活着最大。”小丫头把这句话刻在心里，在学堂里被墨兰推搡，她不还手，被如兰抢了新做的衣裳。她笑笑说：“姐姐穿更好看。”可没人知道，她夜里会对着生母的牌位，把府里每个人的脾性记在小本子上。大姐姐心软，二姐姐骄纵，三姐姐阴狠。祖母看穿了她的心思，把她接到自己院里。孩子，藏锋不是认输，是为了更好的活着。祖孙俩的灯常常亮到深夜，一个教他管家理事，一个教他读史明志，像两株相依为命的兰草。齐衡朱一龙氏的出现，像阵春风吹进了明兰的心里。他穿着月白色长衫，在马球场上挥杆的样子，让明兰看得红了脸。两人在桃花树下偷偷见面，齐衡塞给他一支玉簪：“明兰，等我，我一定会娶你。”明兰把玉簪藏在枕头下，夜里摸着簪子傻笑，以为真能等来童话结局。可现实给了他一巴掌，郡主娘娘把齐衡关在家里，拿着玉簪找到盛府，一个庶女，
也配得上我儿子？双引号。明兰站在一旁，看着齐衡被带走时绝望的眼神，悄悄把玉簪扔进了池塘，涟漪散去，心里的光也灭了。再后来，顾廷烨冯绍峰事像颗小石子，砸进了明兰平静的生活。他第一次见明兰是在一场马球赛上，她女扮男装，挥杆的样子比小子还飒。你就是盛家那个六姑娘？她骑着马凑过来，胡子上还沾着草屑，听说你不惹事也不怕事。双引号。明兰翻了个白眼，顾二叔没事的话，我还要回家绣花。两人的交集像场拉锯战，他帮他解决圣府的麻烦，他帮他识破继母的阴谋。一来二去，顾廷烨突然说：明兰，嫁给我，我让你不再受委屈。明兰看着他严厉的认真，突然想起祖母的话，找个能让你说心里话的人，比什么都强。双引号。嫁入侯府的日子比圣府复杂10倍。婆母看着她的嫁妆单子，嘴角撇得能挂油壶。盛家就是小家子气，妯娌们在背后嚼舌根，一个庶女还想当侯夫人。双引号。明兰不吵不闹，每天把账本算得清清楚楚，婆母想挑错都挑不出来，妯娌的胭脂水粉少了，她不动声色地查出是丫鬟手脚不干净，既给了对方面子，又立了规矩。有次顾廷烨被朝堂派系牵连，有人想趁机夺侯府的权，明兰穿着诰命服站在府门口，我丈夫不在，侯府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乱来。那股子劲儿看得下人都直哆嗦。明兰和顾廷烨的感情像块慢慢捂热的石头。刚结婚时，两人分房睡，顾廷烨夜里喝了酒，敲她的门：明兰，你就这么不待见我？明兰隔着门说：我们是搭伙过日子，别想太多。双引号。可后来顾廷烨被人陷害入狱，明兰挺着大肚子跪在宫门外求情，雨把她的衣服淋得透湿，她却一动不动。顾廷烨出来后抱着她说：以后换我护着你。双引号。明兰的眼泪掉在他肩上，我早就不是那个需要人护着的小丫头了。从搭伙到相依，他们的感情比蜜饯还耐嚼。圣府的宅斗终局来得悄无声息，林廛双谋害魏小娘的真相被揭开，盛老爷气得浑身发抖，把他关进柴房。他哭着喊：老爷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双引号。明兰站在柴房外，听着里面的哭喊，心里没有快意，只有平静。嫡母王氏后来犯了错，是明兰在盛老爷面前求情，母亲本性不坏，只是被猪油蒙了心。双引号。盛老爷看着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女儿，突然发现她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剥橘子的小丫头，眼神里的通透比府里任何一个人都强。结局的那天，侯府的花园里也开着栀子花。明兰坐在秋千上，看着孩子们追蝴蝶。顾廷烨走过来，递给她一杯热茶。远处传来盛府的消息，长柏当了大官，华兰的日子过得安稳。明兰喝着茶，茶香混着花香，心里像被温水泡过。她这辈子没当过大女主，只是在规则里守住了自己，护住了想护的人。就像祖母说的，日子是自己的，过得踏实比什么都强。双引号。这部剧最让人舒服的是它的接地气，没有惊天动地的阴谋，只有家长里短的算计；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。明兰的成长告诉我们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颠覆世界，但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活得通透，活得明白。你觉得明兰最厉害的生存技能是什么？如果穿越到圣府，你能像明兰一样混得风生水起吗？来评论区聊聊，让我们给这位古代职场达人点个赞。